欢迎回来。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表示，美中关系恢复稳定至关重要，两国应继续保持持续性对话。布林肯透露，下周他将会听取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华见闻。他还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美国内阁官员访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期间参与对华外交政策的讨论。他表示，美国目前正努力巩固中美关系。为此，在过去2个月里，他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先后前往中国访问。It was important to us to put some stability back into this relationship, to put a floor under i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that we're clearly in doesn't veer into conflict, which would not be in our interest.Not be in anyone's interest. 在现场提问环节，布林肯被问到基辛格此次访华的相关情况，他表示，做外交官的好处之一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与基辛格交谈各种事情，并从中获得新的见解。他还透露，在基辛格访华前，两人也有过长时间的交流。布林肯表示，下周他将再次与基辛格见面，以听取他的访华见闻。基辛格访华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20号，习近平在与他会见时，地点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这也是基辛格1971年7月首次访华时下榻的地点。周恩来总理当时还在这座小楼里与他会见。值得指出的是，基辛格此行还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见。美国舆论认为，在新加坡相会期间，中美防长握手但没有会见，但基辛格却做到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基辛格此前访华时很少与中国防长会面，相信这次是他主动提出要见李尚福。白宫为此还大发酸言，抱怨称基辛格比现任美国官员更受北京待见，却只字不提明明是美方制造障碍在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基辛格此次未经事先公布的对华访问看起来是私人行程，并不是拜登政府有组织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美联社则报道称，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如此高规格接待基辛格，释放的信息就是希望中美关系在民间层面恢复积极的发展势头。观察指出，基辛格这次访华虽然并非官方行程，但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布林肯在论坛上强调，美中关系恢复稳定至关重要，两国应继续保持持续性对话。他透露，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美国官员将前往中国，中方也可能派代表访美。布林肯声称，双方要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直接明确地处理双方的分歧，也要寻找彼此可以合作的领域。基辛格本人呢，也是受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信任啊，在100岁呢还是访问中国，也是带来了美国方面的一些信息啊。但是呢，我想呢，这次来的访问呢啊，应该是中国方面也跟他透露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和想法啊。通过他的理解，然后传达给美国方面。我觉得下一阶段呢，中美双方呢有可能沿着啊当前的这样一个。加强沟通啊，这个提高这个互访啊这样一个渠道来走，应该是有一个目标啊，都在为今年11月份在美国旧金山这个举行的 APEC 峰会中美领导人可能会见面就在做一系列的准备。阿斯彭安全论坛由美国智库机构阿斯彭战略小组主办，每年夏季和冬季各举行一次。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19号也应邀出席该论坛，重点就中美关系、中国发展意图、台湾问题、美对华科技打压等深入阐述中方政策立场。他表示，近期美国内围绕对华政策进行了一些反思，中美开展了一系列高层交往，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这为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提供了契机。契机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更需要巩固。Sino-U.S. relations is so important that we simply cannot let it fail, and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our two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to bring this relationship back to the right track. 谢锋还提出3点呼吁：一是缩短负面清单，2是拉长正面清单，3是要把支持中美关系的人找出来、请出来，大家一起发声出力，推动中美关系逐步回归正轨。我想中国方面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中国呢希望中美基于共同的利益能够进行合作。但是呢，与此同时，对于美国侵害中国的国家主权的这样的利益
必须坚决的抵制啊。中国方面认为呢，只要你美国尊重中国的利益你这样一个竞争是一种平等的正向的建设性的，对吧？那么中美之间完全可以不需要有所谓的防护栏中美关系一样可以稳定如果你加装了一个防护栏以后呢继续侵害中国的利益，那中方说我对不起我一定要坚决的斗争21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在阿斯彭论坛上谈及对华政策。他提及今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的会晤。沙利文形容那次对话是直截了当的，中方对美方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很多关切。他还宣称，美国将不得不无限期与中国共存，这会是未来国际格局的特点。与大国共存将是美国施策的基本战略前提。美国并不寻求一种终结的状态，但致力于建立一种基本上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的稳定状态。I actually think being clear, straightforward, just getting down to the core practicalities.There is, I think, a genuine possibility for a stable relationship, even though that relationship is inherently competitive and will involve us doing things that Beijing doesn't like and will involve Beijing doing things that we don't like. But diplomacy is all about being able to manage that set of structural factors,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engaged in right now. 我们看到呢，他所讲的这样一个寻求这样一个稳定的关系实际上是带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在当下的情况下呢，因为它是一个面临着中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势头美国方面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局面要寻求跟中国一个稳定的关系。但是呢，也不排除未来在某个时候这个中美的实力发生变化这个失衡的时候，或者说美国呢重新获得力量地位的时候呢，他又会反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深圳卫视注意到，16号，美国财长耶伦在印度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美国应寻求进一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他话锋一转称，任何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措施都将激起美国国内的政治反应，因此眼下考虑此事还为时尚早。Perhaps over time, this is an area where we could make progress, but I would say it's premature.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脱钩断链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彭博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本周与布林肯等高官会面时，呼吁拜登政府仔细研究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带来的实际影响，并在实施下一步限制之前暂停有关措施。报道称，英特尔 CEO 帕特基尔辛格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并没有达到减缓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的预期效果，反而会限制美企在华业务，损害美国在该行业的领导地位。去年1月，英特尔宣布计划投资达2000亿美元，在美国俄亥俄州新建2家芯片工厂，以扩大该公司芯片制造业务。路透社称，建成后这将成为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基尔辛格当天也在会场上警告称，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订单，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设这个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的计划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而同一会场上的英伟达创始人 CEO 黄仁勋也表示，限制该公司芯片在华销售只会让替代产品更受欢迎。此前有美媒曝光，美国商务部将于7月底升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令这些美国芯片对华出口雪上加霜。彭博社指出，去年开始实施的管制措施已经令美国芯片大厂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拜登政府再这样釜底抽薪，美国芯片公司的后续研发投入将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但有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官员听取了简报，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和表态。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去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为1800亿美元，超过全球总额5559亿美元的1/3，是最大的单一市场。该协会17号发表声明，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销售，允许该行业继续拥有中国市场。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名义推动小院高墙的一个政策有可能就是这个适得其反。一方面呢，不断的增强中国的企业创新的动力，会这个取代这样一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可能会导致就是美国的企业呢，就是商时就是在中国的市场，最后呢没有中国市场来支撑美国的这些企业在下一阶段的创新呢，就会失去财政的支持。实际上，我想呢，这个业界呀，他们的担忧是非常深的。但是来说呢，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的这些产业巨头他们的这个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华盛顿的决策现在看来呢，还是一个未知数。